心灵暖流。智者秘诀：三不管，四不说，五不帮。生命是一场深刻的旅程，每一步都是自我探索的契机。面对迷失和挑战，冷静是理性的良伴，而成熟是心灵航向。我们不该让世俗之风左右内心的方向，坚持追寻内在价值。以何等态度对待生命，决定了生命对我们的回应。让每句话都是力量的载体，用最精简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思维。三不管，四不说，五不帮。你又做到了几点呢？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三不管，一不管闲事。在繁忙的现代社会，人们常常被琐碎琐事缠身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心力。学会不管闲事，意味着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和事物，远离无谓的争执和纠纷。智者深知，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，都需要理智的选择去关心的事物。不管闲事不仅能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，也有助于保持心灵的宁静。这并不表示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，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，选择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物中，提升自己的效率和生活品质。因此，不管闲事是智者维护个人平衡的智慧之举。二，不管家事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过多的介入可能让人陷入非理性的争吵，最终难以圆满解决。每个家庭都有其自己的处理方式和规则，外人的参与往往难以理解其中的种种复杂性。因此，不管家事的原则不仅可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，更能让每个家庭成员在相对和谐的环境中生活。这样的智慧处事方式，有助于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，促进社会和谐与家庭幸福。三不管情事。情感纠葛往往是人际互动中最微妙的一环，过度涉入他人感情问题，容易导致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。智者明白，每对夫妻或伴侣都有他们的处理方式和独特情境，外人难以理解每一段感情的复杂性。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管情事，有助于维护个人和他人的尊严。过度的关心和介入可能引发反感，让本来可以缓解的情势变得更加复杂。智者更愿意为他人提供支持和理解，同时保持适度的距离，让感情的发展有足够的空间。不管情事的态度体现了一种成熟和理智，使得人际关系更趋和谐。在人际互动中，适当的保持距离既是一种尊重，也是维护自身和他人情感健康的智慧之举。二四不说，一不说坏话。言论有着巨大的力量，一句不当的坏话可能毁了一个人的形象，同时也会制造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。保持口碑的清白，不说坏话，有助于建立正面的人际关系。正面的言论能够激发积极的动力，促进合作与理解，而远离坏话，也是维护自己良好形象的方式，让他人更愿意与你共事、共生。言论是建立信任的桥梁，智者懂得言行一致，远离八卦和嘴上的非议。这样的做法除了展现出个人的高尚品质，更能够在社交场合中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二，不说狂话。保持谦逊有助于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，而过于狂妄则可能产生嫉妒或不满。谦虚的态度有助于学习和成长，因为只有在谦卑的心态下，人才能更好地吸收新知识和经验。智者懂得量力而行，避免逞强，明白自身的局限性。因此，不说狂话不仅是保持良好形象的方式，也是在人际交往中赢得尊重和信任的关键。
这样的谦虚和理性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加和谐且有建设性。3. 不说空话。我们不仅言之有物，更要言行一致，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所说的话语。过多的空洞承诺和口号不仅无法解决问题，还可能破坏信任和形象。言而有信，行而有果，是维护个人诚信的基本原则。智者懂得言之有物的重要性，明白言语的真实性比空洞的滥情更能打动人心。实际的行动是真正的诚信体现，它建立了可靠的形象，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在社交和专业环境中，言语要言简意赅，避免多余的浮夸。不说空话的态度，体现出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尊重，使得沟通更加实际和高效。这样的处事原则有助于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，为个人和团队的发展奠定稳固基础。4. 不说怨话。抱怨往往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宣泄，但它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，反而让人陷入消极的循环。智者懂得转化负面情绪，寻找积极解决问题的方式，而非一味抱怨。保持正向思维，不说怨话，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工作和生活氛围。正面的态度能够激发自身和他人的积极性，促进团队合作和个人成长。相对于抱怨，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能提高效能，让每个人都能从困难中学习和成长。智者了解抱怨无法改变现状，而积极的行动却能创造机会。不说怨话的态度，彰显了个人的成熟和责任心，同时赢得了他人的尊重。这种正向的心态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发展，也对周围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。3. 无不帮。1. 超出底线的不帮。我们要在帮助他人的同时，保持一定的底线和范畴，避免无谓的牵扯和不必要的风险。帮助他人应当建立在理性和可控的基础上，避免过度的包容和承诺。了解何谓底线，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基本准则。智者明白，在无法满足他人需求或可能损害自己的情况下，必须果断地拒绝。这并不是冷漠或自私，而是一种保持良好关系和避免不必要麻烦的现实态度。保持理智和自我保护，使得帮助他人的行为更具可持续性和稳健性。这样的明智之举不仅有助于维护个人的身心健康，还能建立基于互惠和尊重的正面人际关系。2. 不懂感恩的不帮。在帮助中，感恩是一种互动的基本要素，它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。不懂感恩的人可能会使帮助变得一种单方面的付出，缺乏真正的互惠关系。因此，智者会谨慎地选择对那些能够理解和珍惜所给予帮助的人伸出援手。这样的态度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对有限时间和资源的明智利用。通过不帮助那些不懂得感恩的人，智者保护了自己的情感和努力，同时也鼓励了那些能够真正受益并珍惜帮助的人。这种智慧的行为有助于建立基于感激和互信的正面关系。3. 越界的事情不帮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范畴和底线，不干涉他人私人空间、职责范围以及个人抉择，是一种尊重和理解的表现。超越个人底线可能引起误会和矛盾，因此智者懂得适时拒绝越界的请求或过分的期望。这不仅是对自己权益的保护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误会。这样的态度有助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促进合作与理解。在专业环境中，避免越界的行为有助于保持高效的工作氛围。通过明确的界限，智者确保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充满秩序，同时也能够建立起健全和谐的社交网络。4. 逞强的忙不要帮。在帮助时保持理性，
避免被过度的自信和逞强所蒙蔽。当他人表现出过于强硬的态度，可能是一种保护自尊心的掩饰。此时过度的援手反而可能让局势变得更糟。避免逞强的忙，是对对方真实需求的一种尊重。有时候，拒绝帮助也是一种对他人的帮助，让对方能够独立面对挑战，增强自己的能力。这样的谨慎态度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，避免因过分干涉而引发矛盾。在帮助他人时，要以平和的心态，不被他人的逞强所左右。这样的帮助更有助于建立基于平等和互助的良好合作模式，而非单方面的逞强和依赖。5等钱过日子不帮，单纯的提供金钱援助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反而可能成为长远的包袱。不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情况都应当以提供金钱为主要手段，而是应该更多的着眼于如何帮助对方提升自力更生的能力。这可能包括提供教育技能培训或提供实际的支持与建议。避免单纯的等钱过日子的帮助，有助于鼓励他人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而非依赖外部援助。这种帮助方式更能促进个体的成长和独立，建立起更稳健的未来。人生如棋，智者深谋远虑。3不管，4不说，5不帮，是成功人士的座右铭。让我们一起在这条智者之路上，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无论你已经做到了几点，让这份成功的智慧成为你人生成就的明灯。谢谢观看。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